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拒绝跟风炒作流量。谭松韵的摊牌时刻，用3部新戏演绎3种人生，撕掉了甜妹标签，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的绝地反击。谭松韵最近在《天赐的声音》里唱了一首小半，她没炫技，气息算不上稳，但愣是把一首歌唱出了电视剧的叙事感。王锃亮的声音在外面包裹，他在里面用气声慢慢拆解，像2个人在一段关系里试探、靠近又保持距离。这一唱让很多人重新注意到他，不是因为他唱得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他太不像一个流量明星了。不炒作，不私翻，不捆绑。出道20年，甚至没签过任何经纪公司，只带着一个经纪人单打独斗，这在娱乐圈几乎是自杀式的生存方式。但他不仅活下来了，还活得挺稳。谭松韵的困境很具体，前有杨幂、赵丽颖这些85花扛着大女主大旗，后有赵今麦、张子枫这些00后已经开始挑大梁。她36岁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演少女容易被嫌装嫩，演成熟角色又容易被质疑气场不足。但谭松韵没急着去打破这个枷锁，她没在微博上发长文宣告转型，也没频繁上综艺刷存在感，而是不声不响的一口气官宣了3部新作品：古装权谋大女主兰香如故，现实法治正剧春河之上，文艺治愈短片春晖。3种完全不同的人生，3种不同的赛道，他同时铺开了。这种布局在当下的演员里并不多见。兰香如故是这3部里商业体量最大的一部，改编自豆瓣8.2分小说《兰香园》，由步步惊心的编剧桐华操刀。谭松韵在剧中一人分饰2角，沈佳兰和许兰香。沈佳兰原本是大学士府的嫡长孙女，家世显赫，与吏部尚书林家长孙早有婚约。朝堂突变，家族被扣上谋逆罪名，满门遭难。他靠着家奴帮忙，顶替已故丫鬟许兰香的身份，潜伏在仇家府邸，从3等丫鬟做起。这部剧没有霸总拯救的套路，女主全程靠自己，用聪慧和隐忍一步步谋划，化解深宅内斗，搜集证据为家族平反。剧组耗时155天拍摄，专门搭建了40亩实景宅院，服饰采用明制风格，运用植物染等非遗工艺。目前预约量已经突破300万。如果说兰香如故是谭松韵在商业上的野心，那春河之上就是他彻底转型的底气。这是国内首部聚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写实剧集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联合出品。谭松韵饰演法学博士季三妹，入职基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门，处理校园欺凌、监护缺失、未成年人受害等现实案件。她换上制服，短发干练，说话条理清晰，完全褪去了以往的甜妹气质。现实题材对演员的要求更高，不能靠滤镜和配音，只能靠表演本身。谭松韵在《春河之上》中要面对的是大量的专业术语和真实案件，这和他以往的角色完全不同。但这也是他给自己的一次机会，一次让观众彻底忘记耿耿的机会。夹在这2部大剧中间的是文艺短片《春晖》。这部作品和 First 青年电影展合作，导演是拍出《我的阿勒泰》的滕从从。谭松韵饰演美术老师唐春晖，借助时光回溯的设定，在深夜公交车里3次回到过去，直面年少时期的遗憾和委屈，最终和曾经敏感内耗的自己和解。篇幅不长，不走商业路线，但极其考验演员对情绪的把控能力。回看他的剧集表现，几乎很少翻车。我的山与海登陆央视8套，开播半小时收视率从1.1%冲高至2.74%，
平均收视稳定在2.226%，成为年度央八第一部均值破2的作品。以《家人之名归录》等过往作品，即使在重播时依然能带动收视。这种长尾效应靠营销炒作换不来，只能靠一部部作品慢慢积累。更难得的是，作为一个个体户演员，谭松韵没有经纪公司抽成，片酬全额自主支配。他把这些钱投回到制作中，形成资金反哺制作到优质内容、抬升身价的闭环。他没有经纪公司帮他在热搜上买位置，在综艺里刷脸，就只能靠作品自己说话。这种轻资产、重内容的策略虽然辛苦，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。谭松韵的发展思路很清晰，他没有选择扎堆甜宠剧，而是一口气布局古装权谋、文艺短片、法治正剧3条赛道，3种角色气质反差巨大，一个温婉隐忍，一个细腻柔软，一个理性干练。他不需要变成杨紫，也不用复制赵丽颖的路线，更没必要为了追逐流量重新扎进同质化古偶。他要做的只是把每一个新角色演出区别，让观众看到他不只是一个熟悉的青春面孔，更是能撑起检察官、古装大女主和现实题材人物的演员。兰香如故有桐华编剧和实景制作支撑，古偶赛道竞争力强，春晖走小众治愈路线，口碑向出圈。春和之上背靠最高检官方背书，兼具社会普法价值和剧集观赏性。3部作品错峰上线，形成持续的曝光热度，覆盖了从6月到下半年的档期。这种布局方式在当下的影视行业里不算常见，大多数演员会选择在一个赛道上深耕，或者趁着热度快速收割流量。但谭松韵选择了另一种方式，不急于求成，而是用时间换空间，用作品换口碑。他不是不追风口，而是把自己活成了风向。